和亲公主跪在我家门口，哭着求我收留。求你收留我，我真的无处可去了。上一世我心软了，姐姐她一直虐待我，结果她反手污蔑我虐待她。毒妇，你竟敢如此折辱她！婚约作废，镇国公府满门流放。她穿着凤袍来死牢看我。姐姐，我原谅你了。腊月16，京城大雪。3天前，我从一纸死囚判决中醒来，回到了他跪在府门前求我收留的那个雪夜。姐姐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求您收留，我保证绝不给您添麻烦。轰走！好歹是一国公主，竟被逼成这样。镇国公府富贵泼天，难道还缺她一口饭？沈姑娘将来可是太子妃，连个可怜女子都容不下，未免太善妒。善妒？我心头骤然冷笑。上一世我正是害怕落下善妒之名，才将赫连明珠迎进府中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她这出戏还能唱到哪儿去。和亲公主由红驴寺负责安置。公主说驿馆苛待你，可有证据？姐姐，我身上的伤便是证据。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莫非大庸师看了国家战败，便故意折辱他？此事若传出去，岂不有损我朝颜面？赫连明珠的唇角微微地弯了一下。我若不收留，便是眼睁睁看着一个受辱的弱女子去死；可我收留了，就是养虎为患。清代报官，姐姐，既然有人虐待和亲公主，此事便关系两国邦交，绝不能不了了之。请京兆府封锁驿馆，核查公主的炭火审食和出入记录，再请宫中女医为她验伤，谁伤了公主，便依法处置。若无人伤她，那就查清楚她身上的伤究竟是怎么来的。赫连明珠的身体晃了晃，忽然软倒在雪地。与此同时，街口传来喊声，萧承恒翻身下马，快步冲过人群，一把抱起昏迷的赫连明珠。沈昭宁，他不过求你收留，你为何非要逼死他？殿下如此珍惜她，不如把她接进东宫。孤尚未娶妻，怎能让未获册封的女子入住东宫？原来殿下也知道规矩。既然东宫不能收，镇国公府自然更不能收。沈昭宁，你今日拒他入府，他日莫要后悔。京兆府尹周廷岳赶到后，赫连明珠恰好苏醒。面对查验驿馆的要求，她先是哭诉自己头痛欲裂。今日之事因我而起，请大人不要追究。公主先前当众指认红驴寺，如今又称是误会，此事涉及朝廷声誉，必须查清。不到1个时辰，驿馆的账册便被送到国公府门前。赫连公主所住院落地龙完好，每日供应银炭20斤，超朝廷规律5斤，每日膳食6餐，皆有贴身侍女签收。所谓饥寒交迫，全是谎言。至于她身上的伤，女医验出共有5处，皆在她自己能够触及的位置。周围百姓看向她的眼神渐渐变了。我只是太害怕了。故国战败，我孤身来到大庸，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我听说沈姑娘是未来太子妃，便以为她会像姐姐一样保护我。我只想留在她身边，从未想过害人。几句话又将自己塑造成了惊惶无助的智女。明珠已经认错，你何必再咄咄逼人？倘若今日没有查验，红梨寺上下便要背上苛待公主的罪名。太子殿下觉得他们的清白不重要吗？殿下不要为了我与姐姐争吵。明珠这边回驿馆。传太医！公主体内有乌头之毒，毒量虽然不重，却已经积存在体内数日。若继续服用，不出半月，便会心脉衰竭而亡。不可能，我的饮食都由贴身侍女照料，怎么会中毒？公主今日可曾饮过什么？公主来镇国公府后，只喝过国公府门房送来的热茶。那只杯子是你们自己带来的，陈伯只是往里面添了热水。茶盏一直由奴婢保管，若不是你们在水里下毒，还能是谁？沈昭宁，明珠只是想求你收留，你竟然要她的命！公主已经中毒数日，今日这盏茶即便有毒，也不会是她醉自门中毒的来源。确实如此。姐姐说的对，或许茶里根本没有毒，是明珠自己命薄。茶。太医取出验毒所用的药粉，分别投入残茶与1碗清水之中，清水毫无变化，残茶却迅速凝出乌褐色絮状物。茶中确实混有乌头。
姐姐，你为何这样恨我？来人，查封镇国公府！慢着，区区一盏经多人之手的茶，还不足以证明毒是国公府所下。要搜镇国公府，先请圣旨。陛下口谕，宣太子、和亲公主、镇国公妇女及京兆府尹即刻入宫，涉事查斩封存。镇国公府暂由禁军看守，不得私自出入。还在演，上一世他就是用这副表情看着我全家走向断头台。明珠公主刚到京城20日，便先受虐待，再遭下毒。镇国公，你让朕如何向藩邦交代？臣愿配合彻查，但绝不认莫须有之罪。陛下，此事与国公爷无关，是明珠不懂事，贸然登门，惹沈姑娘厌烦。即便姐姐真的一时冲动，明珠也不怪她。父皇，茶中确有无头，明珠也险些丧命，此事不能因为镇国公手握兵权便轻轻接过。太子此言是怀疑臣仗势行凶，姑只是就事论事。好一个就事论事！敢问殿下，茶盏是谁带来的？是明珠公主的侍女。热水由国公府门房所添，此后茶盏经过青妹公主侍女和公主3人之手，为何殿下不查防人，直接乱定毒是我下的？你素来不惜明珠，自然最有嫌疑。殿下口口声声说我不喜她，可在今日之前，我与她从未见过。反倒是殿下明知自己与我有婚约，却数次私下探望和亲公主，如今更是不问证据，处处为她说话。究竟更是我容不下她，还是殿下早有她之心？沈昭宁，你竟敢污蔑姑！臣女不敢。臣女只觉得，太子既认定臣女心胸狭窄，不堪为太子妃，不如请陛下收回赐婚。他一直知道我爱慕他，正因为笃定我离不开他，他才敢肆无忌惮地偏袒赫连明珠。婚约乃圣上所赐，岂容你任性？臣女并非任性。今日公主跪在府门前，殿下便指责臣女冷漠。她中毒之后，殿下又不问青红皂白，认定是臣女所为。今日尚且如此，来日臣女若入主东宫，恐怕只能绕庸主诬陷，连自证清白都是擅动。这样的太子妃，臣女做不起。萧承恒被我堵得脸色铁青。这时，负责搜查驿馆的禁军前来复命。启禀陛下，臣等在明珠公主居险搜出一只香炉，其中残留大量乌头。那是沈姑娘送给我的。炉身刻着缠枝牡丹，底部则有一个沈字。父亲神色骤沉，那是镇国公府的家徽。半月前，沈姑娘托皇后娘娘身边的女官送来2箱衣物和香料，我以为姐姐愿意接纳我，每日都焚香安寝，没想到……如今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臣女从未送过香炉，宫中女官可以作证。调宫门出入部。半月前，确有一名持镇国公府腰牌、自称清代的女子进宫，签名与腰牌编号均与清代相符。你先借皇后之手送去毒香，今日见她上门，又在茶中加大毒量，沈昭宁，你好狠毒的心肠！殿下，事情尚未查清，怎可给昭宁定罪？人证、物证、宫门记录俱全，还要如何查？父皇，镇国公府私害和亲公主，意图破坏2国和平，必须严惩。又是与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话。我看着赫连明珠藏在眼底的得意，殿下，可这一世剧本在我手里。今日是为明珠公主准备的接风宫宴，诸国使臣已经入席。此案若无确证，便闹得人尽皆知，恐怕更损大雍颜面。以本宫看，不如先赴宴，待宴后查成香炉来历，再行处置。准。赫连明珠身体虚弱，原本应当留在偏殿休息，她却坚持参加宫宴。明珠不愿因为自己坏了2国情谊。萧承恒一路小心扶着她腰，亲自为她拭去唇角血痕。赫连明珠抬眸看他，眼中秋波流转。宴至一半，藩邦副使忽然离席跪地：陛下，我国虽战败，却仍有尊严。明珠公主乃我王亲妹，如今在大雍遭人下毒，贵国若不给一个交代，我国百姓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请再给我藩邦一个交代，陛下彻查，明珠公主不可白白受害。王叔，此事尚未查清，不可迁怒旁人。公主到了此刻还在维护沈姑娘，可她何曾顾念过你的性命？若不是太医及时发现，你早已死在毒香之下。姐姐，我不求你认罪，只求你告诉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让你如此恨我？是因为太子殿下关心我吗？我可以发誓，绝不与你争夺太子妃之位。待身体痊愈，我便自请前往新宫，此生不再与殿下相见。明珠，你不必再替他委曲求成，
沈昭宁德行有亏，不配为太子妃。儿臣请父皇废除婚约，严查镇国公府。太子仅凭一只来历不明的香笼，便要废先帝赐婚，查抄功臣宰邸，未免太过草率。香笼上有沈氏家徽，礼单上有国公府印章，宫门出入榜也有清代的签名。难道这些全是伪造？确实都是假的。姐姐到了此刻还要狡辩吗？我从未说过香炉不是镇国公府之物。我从内侍手里接过香炉，此炉的确属于沈家，准确来说，它曾经属于我的姑母，先帝的淑贵妃。沈氏淑贵妃在3年前因病逝世，她生前所用之物尽数封入宫中内库，从未放回镇国公府。如果香炉来自她的旧物，赫连明珠便不可能从我手中得到。你如何断定这是淑贵妃遗物？诸位只看见炉底的沈氏家徽，却没有发现家徽中少了一笔。大雍只有淑贵妃的陪嫁使用这种旧徽。姑母入宫后，镇国公府更换族徽，之后所有物上刻的都是新徽。这只香炉早在3年前就应当封入内库，如今它却出现在明珠公主手中，还被当成我半月前送出的礼物。所以真正应该查的不是我为何送她香炉，而是谁盗取宫中旧物，伪造礼单和宫门记录，试图陷害镇国公府。赫连明珠脸上的血色褪去，但她很快又镇定下来。或许姐姐身边的人拿错了旧物，仅凭家徽依旧不能证明姐姐没有害我，当然不能。所以我还找到了其他证据。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殿下不必着急，他能设下今日之局，绝不可能只靠身边几个侍女。大应宫中一定有人与他里应外合。我从袖中取出一封密信，陛下，臣女要告发明珠公主借和亲之名窃取大雍边境机要，勾结朝中之人，伪造罪证，意图动摇国本。启禀陛下，臣今日依沈姑娘所请，派人在镇国公府附近暗中查探，确实抓获了一名携带毒物的藩邦暗探。这封密信正是从他身上搜出的。圣上接过密信，拆开火漆，看到信中内容后，他的脸色骤然沉了下来。禁军听令，关闭殿门，案情查清之前，在场之人一律不得离席。陛下仅凭一封来历不明的信，便要扣押我国使臣吗？公主不必着急，真正的凭证就在这场宫宴上。他真正的同谋是东宫詹氏裴慎。沈姑娘，臣乃朝廷命官，你凭什么污蔑臣？凭3件证据。第一，这只香炉并非我送给赫连明珠之物，而是淑贵妃封存在宫中内库的旧物。能够盗取旧物、调用凤印、伪造宫门记录的人，必定来自宫中。传内库总管。不多时，内库总管被带入殿中，他看见香炉，脸色当即变得惨白。启禀陛下，此物原本封存在淑贵妃旧物库中，半月前，凤仪宫刘女官持盖有凤印的手令，将香炉与2箱旧物一并取走。本宫从未下过这道手令。凤印是真的，手命却不是皇后亲笔。传刘女官。片刻后，一名内侍匆匆入殿。启禀陛下，刘女官不在凤仪宫。或许是刘女官盗用凤印与外人勾结，此事既然是她所为，便不能因此认定与我有关。所以还有第2件证据。我取出袖中的木匣，匣中放着半截骨哨。班邦副使脸色骤变，下意识按住腰间。父亲看见他的动作，立即拱手道：陛下，此人恐携带凶器，请准禁军搜身。搜。禁军上前制住副使，从他怀中搜出另外半截骨哨，2节骨哨合在一起，严丝合缝。我将骨哨靠近烛火，哨身内侧很快浮现出几行赤红小字：正月15，宫宴献图，柳氏从兵部取图，暂藏凤仪宫西暖阁。宫宴当日送往西周门，事成后以骨哨为信，边关即行举兵。他们要盗取我大雍边境机要。今日便是约定的送图之日。我转向圣上：陛下，西正门今日换房。刘女官若想趁宫宴混乱将机要送出，此刻必定正在赶往那里。立即封锁西正门，捉拿柳氏。若他携带机要，务必人赃并获。臣领旨。一枚骨哨只能证明刘女官与藩邦使臣勾结，与臣有何关系？那就等第3件证据送到。不到1刻钟，殿门再次开启，2名禁军押着刘女官走入殿中。她右肩中箭，发髻散乱，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包袱。包袱落地，金银、边境机要与数封密信散了一地。裴大人，救我！你明明说过，已经借东宫之便调开西馆关门的2名守卫，只要我把藏在西暖阁的机要送出去，便会有人护送我离京。本官不认识你。这
这些都是你写给我的信，是你让我盗用凤印，取出舒贵妃的香炉，伪造礼单和宫门记录，把谋害公主的罪名再造给郑国公府。启禀陛下，信中不仅有裴大人的亲笔署名，还有东宫詹事府往来文书所用的案记。其中一封明确命令刘女官从兵部盗取机要，暂藏凤仪宫西暖阁，于宫宴当日交给藩邦副使。他又从包袱中取出一枚4爪蟒纹玉佩。此外，刘女官供称，裴慎每次与他接头，都以此物证明自己奉了东宫之命。萧承衡看见玉佩，脸色骤然发白，那是他18岁生辰时圣上亲自赐下的贴身信物。香炉、机要、密信与东宫信物俱在。裴慎见大势已去，陛下，臣有罪，臣愿全数招供，恳请从轻发落。太子殿下确实命臣联络藩邦使臣，借和亲公主之事，逼镇国公府交出兵权，并默许臣以开放户市、减免商税作为交换。可殿下只想毁掉婚约，收回沈家兵权，并未命臣盗取边境机要，更未答应割让城池。是臣急于立功，被明珠公主说动，才暗中盗取机要。举兵之事也是明珠公主与藩邦副使瞒着太子定下的。裴大人，藩邦副使方才还提过一句话，若失败，让你一人担罪，好保全你裴氏满门。如今你果然照做了。你怎会知道？本官还知道，裴大人3月前在京城外购置了一处宅院，金屋藏着你那位青梅竹马的表妹。可那表妹，本官派人查过，是藩邦在大雍的暗桩。殿下救我！殿下，臣都是按您吩咐办事的。住口！我从未让你勾结藩邦。那玉佩是殿下亲手交给臣的。陛下，这枚玉佩是太子亲赐，臣每次与藩邦使臣联络，都以此物证明奉了东宫之命。殿下，您说您没让臣勾结外邦，可玉佩是您给的，宴席是您安排的，赫连明珠是您让臣替您接近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想弃车保坡，臣不奉陪。你这小人，失败便要脱骨下水。真是小人！裴慎被踢翻在地，爬起来反倒笑了。殿下若不是小人，何必深夜探望和亲公主？何必亲手给她拭泪？何必让臣替您传话？明珠，孤心中只有你，满殿使臣都看见了。方才您扶她入席，恨不得把她揉进怀里，如今装什么正人君子？父皇，儿臣逆子！圣上九指砸下，正中萧承衡额头。萧承衡捂着头跌坐在地，血顺着指缝流下。殿下，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害你，也没有害大雍，裴慎是在拉我陪葬，你不能信他。殿下，你信我一次，又怎么会亲自服下无头？那是稍有不慎便会丧命的毒药。你错就错在不该拿中毒之事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他的哭声骤然停住。清代命清代端来一只白玉碗，碗中盛着半碗羊乳。太医说你体内积存了半月的乌头，可巫毒毒性猛烈，连续服用半月，必然唇舌发麻，指甲泛青，脉象虚乱。你虽然吐了血，指甲与舌色却都很正常。太医闻言，立刻重新替赫连明珠诊脉。公主的脉象虽然与乌头相似，却少了心脉衰败之兆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你中根本不是乌头，藩邦有一种秘药，名为赤眼草，服下之后会使人心悸吐血，脉象与巫功相似，药量控制得当，却不会损伤心脉。赤眼草极少流入大雍，寻常太医未曾见过，误诊并不奇怪。但镇国公府常年驻守北疆，军中曾救治过巫此药的赤行。半月前，我察觉赫连明珠的病重有异，便秘密请2名边地军医辨认，又让他们用赤眼草残株反复试验。此药服下后，药性会停留在血脉数日，期间皮肤一旦接触羊乳，便会浮现赤红斑纹。试验记录与药物残株已经提前交由太医院复核，并非我今日临时杜撰。启禀陛下，臣等已依军医之法验过3次，结果并无差错，碗中羊乳也确认无毒。圣上冷冷看向赫连明珠，赫连明珠不动，萧承衡挡在他身前。父皇，明珠身体虚弱，不能让开。圣上的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。禁军上前扣住赫连明珠，他终于慌了，拼命挣扎。我是藩邦公主，你们不能如此羞辱我！挣扎间，玉碗落地，羊乳溅上他的手背。不过片刻，他雪白的肌肤上便浮现出一片赤红斑纹。陛下，此斑纹与赤眼草药性完全符合。公主先前所服确实是赤眼草，并非巫豆。她先前所中并非巫豆，是臣误诊。
请陛下降罪。赫连明珠没有中乌头，香炉与茶盏中的乌头自然也从未伤过他。所谓郑国公府谋害和亲公主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你为什么骗过？赫连明珠低头看着手背上的红斑，我不过跪在雪地里哭了几声，你便迫不及待地指责自己的未婚妻；我不过吐了一口血，你便认定郑国公府意图谋害我。萧成恒，你不是被我骗了，你只是自负又愚蠢。萧成恒脸色惨白，扬手便要打他，赫连明珠却猛地拔下花簪，刺向他的腰，进军迅速将他按倒。混乱中，番邦副使忽然咬破藏在腰中的毒囊。公主，国主已经起兵，边境机要已经泄露，大有必亡。父亲脸色骤变，立即跪地请命。陛下，臣请即刻率军返回北疆。我瞥了一眼赫连明珠，他眼角的余光正扫向我，带着3分得意。上一世，你也是这样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，看着我全家流放。这一世，轮到你了。我却将图纸捡了起来。父亲不必担心。众人齐齐看向我，这张图是假的。半月前，臣女发现有人伪造郑国公府腰牌，又暗中打探北疆军务，便将所有疑点密奏陛下。边境机要事关最高军纪，臣女与郑国公府无权煽动，是陛下见兵部尚书与父亲核实之后，亲自下旨将真正的边境机要转入御书房案库。兵部尚书奉制作了一张假图，依旧按照原本的编号、纸张和火星封入兵部密阁，作为引出内奸的诱饵。密旨是朕亲自所下，假图也是兵部尚书奉朕之命放入密阁。郑国公妇女只负责辨明真假机要，并未插手兵部封存之事。我展开羊皮图，指向上面的3条粮道。第1条尽头是断魂剑，第2条早已因山崩废弃，第3条正对鹰嘴峡。刘女官从兵部密阁盗出的正是这张诱饵图，她将其暂藏凤仪宫西暖阁，准备借今日宫宴交给番邦副使。兄长半月前已奉陛下密令赶往北疆设伏，番邦若按照这张图进军，3路都会落入绝地。你早知道我们会盗取机要。我不知道你们会用什么办法，但我知道你千方百计想进入郑国公府，绝不只是为了争夺一个男人。她身为和亲公主，最该依靠的是鸿胪寺和皇后，可她偏偏跪在郑国公府门前，哭着求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收留，因为她想接近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父亲的书房，是沈家掌握的北疆军务。一名浑身血污、绑着断剑的传令兵踉跄进入大殿。北疆800里加急，番邦全军昨夜突袭粮道，尽数陷入埋伏。申孝将军率3000轻骑擒获敌军主将，战敌2万，余部已经投降。父亲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，圣上接过战报。好，郑国公府护国有功，审视忠心，日月可见。不可能，那张图的纸张、编号、火印都是真的。你们自然查不出破绽，因为除了粮道，其他东西都是真的。可惜北疆是沈家镇守了100年的地方，哪条路能够运粮，哪座山谷能够埋人，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？从你跪在郑国公府门前开始。他沉默许久，忽然低笑出声。沈昭宁，我输给你，不是因为计划有错，只是因为萧承轩太没用。若不是他愚蠢，你们沈家又怎么会满门？他猛地住口，我心中骤然一紧。赫连明珠看见我的神情，先是一怔，随即露出诡异的笑容。难怪你和从前不一样，沈昭宁，你也回来了。可惜你只赢了我，真正想要沈家兵权的人，从来不止我一个。太子殿下，你还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胡说什么？半年前，若不是你命裴慎联络我国使臣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不满先帝赐婚，想借和亲之事压制郑国公府？你答应事成之后开放北疆户时，减免我国商税，还默许裴慎帮我接近沈昭宁。你以为我们只会帮你毁掉婚约，逼沈家交出兵权？至于盗取机要和出兵，你的确没有亲口答应。可若不是你为了一己私欲打开东宫与番邦私下往来的门，裴慎又怎能盗用你的信物？我们又怎能把手伸进兵部和凤仪宫？萧成和，你未必真想叛国，却亲手给敌国递上了刀。父皇，儿臣只是想借赫连明珠之手逼沈家交出兵权。儿臣确实允诺开放户烧，也将玉佩交给了裴慎，让他方便于使臣议事。可儿臣从未准许他盗取边境机要，更不知道番邦已经准备出兵。儿臣只是想收回兵权，不曾想过背叛大勇。殿下，分明是您命臣借明珠公主之手逼沈家交出兵权，如今事情败露，您难道想让臣一人承担？
臣替殿下做了这么多，殿下却要弃车保嫖。陛下，事到如今，臣不替殿下扛了，臣要告发太子殿下不止命臣勾结外邦，更授意刘女官在淑贵妃旧物中寻找审视把柄。够了！圣上猛地拍案，酒盏砸在萧承恒额头，血顺着萧承恒的眉骨流下。儿臣只是想摆脱沈家掣主，镇国公掌握北疆数十万兵马，沈昭宁又仗着先帝赐婚，从不将儿臣放在眼中。儿臣只是想收回兵权，从未想过背叛大优。你是一国储君，你或许没有亲口割城，也没有亲自盗取机要，可你为了一己私欲，绕过鸿胪寺私联敌国使臣，还把东宫信物交给属官作为凭证。裴慎正是借着你的名义，才敢勾结宫人窃取军机。若不是沈家早有防备，今日调掉的便是北疆三官。你身为储君，却分不清制衡功臣与引狼入室的分别，如此愚蠢刚愎，如何承继大统？赵宁，你替姑解释。姑接近赫连明珠，只是想让你低头。姑从未真心喜欢过他，只要你替姑求情，姑立刻将他处死。今后东宫只会有你一个人。上一世我死在牢中时，曾无数次盼望他能后悔，如今他真的跪在我面前，我心中却只剩厌恶。殿下还是不明白，我不愿嫁给你，从来不是因为赫连明珠，而是因为你愚蠢、自私、凉薄。你不配做我的夫君，更不配做大庸储君。你授意裴慎私联藩邦，借敌国之手打压沈家时，便该想到今日。圣上闭上眼，沉默许久，在睁开时，他眼中已经没有半分温情。传朕旨意，太子萧承恒私联藩邦，授人东宫信物，纵使属官勾结敌国窃取军机，虽未亲自参与盗取机要和出兵，却失察失德，酿成边关大祸，已不堪储君之位。即日起废去太子之位，幽禁宗人府，涉案诸事继续彻查。皇后治宫不严，致使凤印被盗，剥夺凤印，禁足凤仪宫，待查清后再行处置。裴慎勾结敌国，盗取边境机要，判斩立决。裴氏涉案者一并严查。赫连明珠假借和亲窃取军情，谋害朝臣，押入天牢。待北疆战事平定后，于两军阵前问斩。姑错了，昭宁。沈昭宁，你赢了这一局，但你别忘了，萧氏皇族真正忌惮的一直是你们沈家。上一世镇国公府倒得那么快，难道只因为我和萧承恨？父亲拔剑挡在我身前，带走。赫连明珠被拖出大殿，笑声却久久未散。我抬头望向玉座，圣上正在看父亲手中的剑，也在看满殿向沈家道贺的朝臣。那双眼睛里除了欣慰，果然还藏着一丝忌惮。赫连明珠有一句话没有说错，如何让沈家不再重蹈上一世的覆辙，才是真正的难关。半个月后，赫连明珠被押往北疆，监斩官在两军阵前宣读他伪造伤势、服药装病、勾结朝臣、窃取边境机要的全部罪行。他苦心经营的柔弱名声，终于在两国军民面前彻底。行刑前，他提出要见我。上一世我赢得太容易，所以这一世从未将你放在眼里。我唯一想不明白的是，你为什么会知道赤眼草？上一世我被关进死牢后，他曾当着我的面服下赤眼草。他告诉我，所谓中毒不过是一场戏。那时他以为我必死无疑，所以毫无顾忌地说出了所有秘密。因为上一世的你太得意，是你亲口把秘密告诉了我。赫连明珠怔了一下，随即笑出眼泪。原来是我自己害了自己。沈昭宁，没有萧承祸，也会有其他人忌惮沈家。你救不了所有人，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凭你能守住沈家，凭你这一世拿到的剧本。我不需要救所有人，我只需要让沈家的生死不再寄托于帝王的一念之间。赫连明珠盯着我，笑容忽然僵住。你比上一世更可怕。上一世你是一只困兽，这世你是执刀人。可惜，执刀人若不收刀，刀迟早割到自己手上。沈昭宁，我等着。行刑鼓声响起，我转身走下高台。回京之后，我与父亲一同递上奏折。父亲自请交还一部分兵权，由兄长继续镇守北疆，他则留京掌管新设的武备院。沈家愿意献出北疆边关布防，将练兵粮草与军队调度分交数人负责。圣上忌惮沈家独揽兵权，却也离不开父兄镇守边关。这份奏折既让他安心，也保住了沈家的根基。3日后，退婚诏书与封赏圣旨一同送到镇国公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公之女沈氏昭宁护国有功，特此册封为昭宁郡主，10亿千户，婚事从此自行做主。钦此。清代捧着圣旨，笑得落下泪来。姑娘
娘终于不必嫁入东宫了。我望着院中重新抽芽的海棠，心中恍如隔世。上一世，我将太子妃之位视作毕生荣耀，直到沈家满门覆灭，我才明白，那从来不是恩赐，而是一条套在沈家颈上的锁链。如今锁链终于断了。后来，父亲主持武备院，兄长镇守北疆，我以郡主身份接管军眷抚恤与边境护市，将沈家多年经营的商路与粮道逐步纳入朝廷名帐。沈家不再独揽大权，却也不再任人构陷。至于被幽禁在宗人府的萧承恒，最终死在一个寒冷的冬夜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武备院核对来年的粮草，我只让人撤去一盏红灯笼，便继续翻开下一页。沈卿家，你年岁已极，婚事可想好了？臣女愿守沈家门楣，助边关安定。若将来有两心相知之人，自会请陛下赐婚；若没有，也能安度此生。准。走出宫门时，外面正落着今冬第一场雪。清代撑伞追上来，郡主，国公爷和侯爷还在府中等您吃团圆饭。我握住温热的手炉，踏着新雪向前走去。朱红宫墙渐渐被我抛在身后，前方万家灯火，长街明亮。这一世，父亲还在，兄长还在，镇国公府也还在，而我的人生再也不需要任何人替我珍惜。